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感觉？一个人待久了，明明很渴望与人连结，却在收到聚会邀请的那一刻，心里升起的不是期待，而是一种莫名的抗拒和疲惫。或者，当你感到孤单、压力很大时，你下意识的选择不是找朋友倾诉，而是把自己关起来，刷手机、看剧，暂时隔绝整个世界。你可能会责备自己，是不是太内向、太不合群，甚至有点社交恐惧。但如果今天我告诉你，这可能不是你的错，甚至这不是一个心理问题，而是一个深植于我们体内的生理机制，是你的大脑在用一种古老的化学讯号，悄悄地惩罚你。史丹佛大学的顶尖神经科学家安德鲁·休伯曼教授，在他的研究中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：我们的幸福感，我们与他人的连结能力，很大程度上是由大脑中两种特定的化学分子所决定的。一种是让我们感到温暖、安全、满足的分子，而另一种就是今天的主角，一种在你感到孤立时会急剧升高，让你感到焦虑、多疑，甚至恐惧的分子。科学家称之为素基肽，我们可以叫它孤独分子。让我们先来谈谈好的那一面。当你和真正信任的朋友、家人或伴侣进行有品质的互动时，比如一场深入的对话，一个温暖的拥抱，甚至只是一个充满信任的眼神交流，你的大脑会释放一种叫做血清素的物质。血清素常常被误解为快乐激素，但休伯曼教授指出，它更准确的角色是内在的满足感。它告诉你的神经系统，够了，我现在拥有的已经足够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跟一个知己好友聊一下午，远比参加一场100人派对更能让你感到充实和快乐。因为决定血清素分泌的不是社交的数量，而是品质，是你是否感觉到被理解、被接纳。好了，现在让我们来看看，当你切断这些高品质连结时会发生什么。当你开始感到孤独、被孤立时，大脑中的血清素水平会下降。与此同时，那位惩罚者孤独分子素基肽就会登上舞台。素基肽的浓度一旦升高，它就会在你的大脑中制造一连串的负面感受。你会变得焦躁不安，对外界的风吹草动特别敏感，甚至会开始对他人的意图产生怀疑和不信任。休伯曼教授的研究指出，这是一种源自远古的生存机制。在古代，被部落孤立就意味着死亡，所以大脑演化出了这套惩罚系统。素基肽就像一个内在的警报器，疯狂大叫：危险！你被孤立了，赶快想办法重新连结。但吊诡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在现代社会，这个警报系统失灵了。素基肽带来的焦虑和多疑，不但没有驱使我们去寻求连结，反而让我们更加害怕社交。它让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好危险，跟人打交道好累，还是自己待着最安全。于是，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开始了。你越是孤独，体内的孤独分子就越多。孤独分子越多，你就越是恐惧和怀疑，越是想把自己封闭起来。而你越是封闭，就越是孤独。这个循环完美地解释了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矛盾：为什么我们会在渴望连结的同时，又下意识地抗拒社交？因为那不是你在抗拒，而是你体内失控的化学物质在逼你做出错误的决定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打破这个恶性循环，关掉脑中那个失控的警报器呢？答案不在于强迫自己参加吵闹的派对，答案就在于重新找回能分泌血清素的高品质连结。休伯曼教授给出的科学建议非常明确，你需要有意识的、刻意的去寻找那些让你感到安全、被理解的1对1互动。打一通电话给你最信任的那个朋友，不是发讯息，是听到对方的声音。约一位家人出来喝杯咖啡，进行一次没有手机干扰的、眼神能交汇的对话。和你养的宠物玩耍，那种纯粹的、不求回报的连结，同样有效。关键在于品质和信任。每一次这样的互动，都在为你的大脑补充血清素，
同时也在抑制孤独分子素基肽的浓度。你不需要立刻变得外向，你只需要勇敢地向你最信任的那一个人伸出手。所以，下一次，当你又陷入那种熟悉的想把自己藏起来的孤独感时，请记住这个科学事实：那不是你软弱，也不是你性格有缺陷，那是你大脑中的化学物质失去了平衡，而你完全拥有重新校准它的力量。去寻找那个能让你感到足够了的温暖连结吧，那才是对抗孤独最科学也最温柔的解药。在你的生活中，是否存在一个能让你感到足够了的温暖连结呢？它可能是一个人、一个宠物，甚至是一个能让你完全沉静下来的爱好。我很想在评论区听听你的故事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用科学来探索我们身心奥秘的内容，希望你能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、更自洽的自己。